Who's Elon? You're Elon. I challenge your Chinese kung fu. Me and you must have a fight. Nigga, tell the tale. I want to you say him. Oh, let's fight. Chinese kung fu. 不会，住！让我看他做哪里。不说。Elon Chinese kung fu, not for real。新西兰拳王赛前大闹发布会现场，指着翼龙就说中国功夫不行，甚至直接挑起横幅说中国功夫花拳绣腿。这个嚣张的家伙是来自新西兰的泰拳王布莱德。布莱德出场挥舞着他那拳头就在挑衅孙翼龙，就像在说打败翼龙简直不费吹灰之力。布莱德因为曾叫嚣挑战翼龙没有得逞，和翼龙的师弟一爆打了一场。布莱德赢了这场比赛之后更是要挑战翼龙，声称一定要打败翼龙，来证明中国功夫不行，就是花拳绣腿。这话说的，翼龙可不答应，我们中国人都不会答应，不揍他一顿都枉费翼龙学了这么多年的中国功夫。话就不多说了，长按3秒点赞，为中国功夫加油！让我们直接去看翼龙的表现如何。观众朋友们，现在我们是在鹤壁比赛刚开始，翼龙率先发起进攻，想要给布莱德一个下马威。翼龙可咽不下这口气，中国功夫可不是你这种小喽啰能评判的。泰拳出身的布莱德下盘是他最大的弱点，翼龙应该也是好好研究过这位对手了。刚出手就是猛攻，看来是真的惹怒了武僧翼龙。面对翼龙这样的老将，泰拳王布莱德就显得稚嫩很多。到新西兰的这个奥克兰进行了一场新西兰的比赛，但是这场比赛里头，布莱德海登呢，战胜了翼龙的师弟一爆，那么就要向翼龙发起挑战。那么今天，布莱德海登就来到了武林风的擂台上，来向翼龙发起了挑战。但是从第一局比赛刚开局来看，海登从这个力量上来看，和翼龙还是翼龙的出拳拳拳到肉，各种猛攻就是不给布莱德一点反手的机会。不愧是从小就在少林寺学功夫的翼龙，发起怒来谁都拦不住。毕竟赛前的时候布莱德说话未免太难听，翼龙可是一句话都没说。不说话可不代表功夫不行，等着在擂台上揍你。光会耍嘴仗可不行，真正的高手是在擂台上见真章。虽然比赛才刚开始没多久，但武僧翼龙的压制力实在太强，已经占据了绝大的优势。新西兰比赛当中金钟罩那种硬攻吗？翼龙一个帅气低扫直接给新西兰拳王干趴下，转身就潇洒离去。这就叫中国功夫，认真起来都没有你出手的机会。第一回合就打成这样，你这实力真是有待推敲啊！同样都是光头，差距怎么那么大？有了这个低扫，而且还有了戏法的进攻，技术更加的全面。看他这种一扫腿，转身的后蹬，再来一个，这个转的这个角度还不对，如果再转狠一点的话，蹬对方的腹部，那海登可能就要投降认输了。今天这个翼龙打得多么有这个表演性啊！轻松自如，游刃有余，大开大合。翼龙的实力才发挥了一半，金钟罩可还没用上呢。新西兰拳王就已经被揍得快哭了，简直是太打脸了。赛前的恶意叫嚣，这到比赛的时候不就是欠揍吗？翼龙可还没有揍过瘾呢。那么第6届环球拳王争霸赛呢，得到了鹤壁习水酒业的大力支持。我们在这里向他表示感谢，也使得观众朋友们能够欣赏第6届环球拳王争霸赛。武林风比赛来到第2回合，布莱德的拳头都在颤抖，被一龙下得学的拳法全都还给老师了，上来就知道挨揍，其他啥也不会。相比起来，翼龙这种老油条，新西兰拳王还是太嫩了。翼龙的打法多变，没有点经验还是很难与之对抗的，吓得布莱德只能不断后退，来试图减缓翼龙的攻击。这才第2回合刚开始，已经害怕的不敢出拳了。一旦开始有这种害怕不敢出拳的心理，比赛的胜负已经差不多定了。在翼龙的身上体现出了中国功夫的这种硬功。
新西兰拳王的出拳就跟玩一样，对翼龙的伤害几乎没有。反观翼龙的拳头可是一点都不松懈，揍的新西兰拳王都要怀疑人生了。想不到中国功夫这么厉害，早知道可不敢来中国叫嚣翼龙，这不就是自己嗷嗷着挨揍，还丢人丢到姥姥家了吗？谁让你这家伙不知好歹，会几拳猫脚功夫就敢轻易评判中国功夫？不揍你揍谁？因为我们很多的观众之所以喜欢一龙的比赛，就是他在比赛当中啊，你像他的拳法，很有点像少林拳的趋而不直的这种打法啊，他的不是我们想看到的练散打、练泰拳，包括练拳击那种拳法不是，你包括他的扫腿动作也是一样的，他身上更多的有传统。少林寺出身的翼龙功夫可不是盖的，打这种小喽啰跟玩差不多。一龙这个时候也没想着 KO 不来，估计想的就是这家伙欠揍，要多揍他几拳才解恨。今天就让你见识下中国功夫的厉害。对手布莱德赛前的嚣张，现在是被揍的一点都找不到了，反倒是狼狈不堪。这时候实力这个蓝方啊，海登应该抓住现在这个一龙想调整体力的时候，进攻节奏明显基本要行，要把比赛带起来，你还能挽回点颜面。这个我们党裁判蒋威说，你这个膝法是不允许上头，因为武林风的竞赛规则，肘不允许用，主动抱摔不允许用，膝不允许击对方的头部。别说布莱德能不能占取到优势了，被揍的东南西北都分不清了，在这挨揍的就像个小丑一样，毫无还手之力，真是难受啊！这就是中国功夫，看你小子服不服，不服就接着挨揍。好了，现在让我们看一会美女走秀，接着去看布莱德的挨揍时刻。观众朋友们，第6届环球拳王争霸赛男子72公斤的比赛开始了，红方是武僧翼龙。比赛来到最后一个回合，新西兰拳手还是一如既往的挨揍，比赛的战术是一点都没变，没办法，没有能力改变，只能挨揍。谁让自己当初不知好歹，现在只能被吊打。但不得不说，虽然说这家伙的实力不怎么样，抗揍这一块确实厉害，可以跟翼龙的金钟罩有的一拼。要知道海登的耐力是非常好的啊，一口是吃不了胖。With the fight, come on. Up. Yeah, good now. 我们就从海东这第3季比赛看，你看他的这个抗击打的能力，包括他的比赛的有氧代谢能力都是很强的。到现在来看，他这个体能还是非常好。Come on. 这时候一龙也不能掉以轻心。新西兰拳手的出拳对翼龙造成不了一点伤害，毕竟翼龙可是有金钟罩加持，一般人还真的近不了身。反观翼龙的出拳真是防不胜防，每一拳都命中了新西兰拳王，实力上的差距实在是太大，一点都没有可比性。翼龙完全碾压，但是这家伙还是真的顽强。明显感觉到现在这个翼龙的体能有下降的趋势，因为他出拳的力量、打击力度在下降。你瞧，这个海登的抗架能多么的强，就是他防守能力很好。他的抗架能力强的原因，首先建立在他防守能力好，就对头部的防护能力很好的情况下，我能防得住。现在这个翼龙啊，头部的防守可以空档太大，
转身的后蹬。他转身后蹬啊，是一龙非常拿手的，但是他这个发力点不够，就转身这蹬的那个位置和力度再狠一点，对方才能坐在那儿被岔气儿，你才有给你下一步的这个出拳奠定基础。你只有转身这个动作，而你的力度不够的情况下，你还是在浪费体力。第3局已经倒计时，你看一左一右，哈哈哈。比赛时间到，比赛人，比赛终于结束了。武僧义龙打的确实漂亮，全程高能输出，布莱德一点反抗的机会都没有，只能挨揍。一场比赛下来，证明了布莱德才是花拳绣腿，中国功夫才是最厉害的。这下被揍得心服口服了。毫无疑问，武僧义龙获得比赛胜利。你认为义龙这场比赛打得如何？欢迎评论区留言讨论。以上就是本场比赛的全部内容，我们下期再见。